那我们来看一段视频。那这个视频呢，主要在展示风格的无缝的切换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人物呢，在各个风格之间呢，在不断的切换包括写实风格、3D 的这种人物风格、几比例的风格。那由于是做成视频呢，可能你感觉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那同样这个工作流呢，我是给大家做到了这个 Running Hub 上，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那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最主要的这个工作流。那这儿呢，我用的是 One 2.1 INP 的首尾帧生成视频的工作流。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主模型。主模型呢，我使用了泛 INP， 而且我这儿用的是 14B。如果你要觉得比较慢的话呢，可以用 1.3B。那同样我这儿用了一个回馈函数而且是 MPS 的，这个我们之前都给大家说过。然后用到了 Tcache， 这是我们的编码器这个呢是我们的 VE。下边呢，我们设定首尾帧，那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图片，这是一个写实风格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把它切到了一个什么？这个动漫风格的，是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它一开始呢是一个写实风格的，然后结束呢就是一个动漫风格的，这种切换呢非常的有效果。然后呢，第二个呢，我要做的是把一个刚才我们的那个动漫风格的给它切换成一个写实风格的，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呢是一个相似图，跟这个手帧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它这儿呢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换。那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样转过来，不光风格转过来了这个整个的场景也转过来了，转动的话也是比较顺畅的。你要注意这种工作流我现在用的都是49帧，看一下49帧。所以说呢，其实它做不到有效的无缝衔接。如果你想做到无缝衔接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用81帧。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衔接起来呢会更加的顺畅。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大家注意这个是一个延续你要注意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这儿只用了33帧。那这个出来的视频呢，其实就是一个人物在弹吉他，因为它首帧和尾帧一样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动态效果展示的也是非常棒的然后我们继续做风格的转换。那我们从一个刚才的那个写实风格的切换到了一个什么呀？3D 渲染风格的有点像模型建模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物。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它一开始呢是一个写实风格的，然后呢就会转换成一个什么？一个 3D 渲染风格的，这个不会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知道 3D 渲染风格其实呢跟写实风格有点像，是吧？当它慢慢的变过去的时候呢，可能你并感觉不出来说这个变化非常剧烈。那后边也类似这个呢同样是一个延长帧，那这是33。那你看一下这个动效也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再让它变回成这个写实风格的。然后这个呢你要注意就是他们俩的场景也不太一样，对吧？所以说呢，这种切换的话呢，也是除了风格的切换，也会有场景的切换。其实他这个时候弹的并不是吉他，对吧？因为我在提示词里边写的比较笼统就说美女正在弹吉他，然后呢是场景围绕美女在转动。那这就是这几个工作流。那我们可以把这几个工作流给它给它串起来。其实我最后得到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满意因为我想得到一个无缝切换的。后来我去看的话呢，就是当你是49帧的时候，其实呢这个变换比较仓促，这个尾帧呢并不是最后一帧，所以说呢它会出现切换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改成81帧，可能生成这些视频时间就太长，所以说最终呢我就做成这样一个效果。大家知道怎么做成这种无缝切换的就可以了。所以说呢，生成视频核心的技术其实用的就是 INP 的这种首尾帧技术大家可以看一下在 Config.ai 的这个官方呢，它这也提到了它是支持这个INP 的这种技术的，对吧？那这个工作流呢，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所以说呢，你就按照这个去生成就可以了，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直接照着做就行。那我们看一下，在整个这里边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图片的生成。那我这儿呢尝试了很多这种图片风格的生成，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可以把一张图片呢给它转换成任何你想要的风格，那关键就看你的提示词怎么写，而且这个转换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到的技术是什么。那我们用到的模型呢是 HiDream 那这个呢同样 Config.ai 的官方呢也是支持这个模型的，所以说呢工作流呢也很简单。但是呢我
在用这个模型的时候发现了有很多的优化技巧啊，下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标准的 Config 原生的一个 HiDream 的工作流。这儿呢，我们需要有一张图片，然后呢把它 VE 一下啊，就是把它编码到浅空间，然后做采样备用，是吧？看一下主模型的这种加载。这儿呢，我用的是 FP16 的，但是由于这个比较大啊，所以说呢，我这儿进行了 FP8 的量化。这儿呢有一个叫4编码器的一个加载器啊，可以加载4个编码器，是吧？分别是 I、J， 然后 T5 的，还有 Llama 的加载 VE。这个 VE 其实跟 Flux 是共用的，是吧？然后你要注意啊，我这儿用了 CFG 的 Zero Star， 大家一定要用这个啊，然后效果会很明显。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Shift 值啊，我这儿跟官方的设置是一样的 9.0。下边呢就是提示词，提示词呢很简单，你不用管你那个原图片是什么，大家这样写就行。In the style of 你指定的那个类型就可以。那比方我这儿是一个迪士尼的卡通风格，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写法。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关键的是哪儿呢？是这个采样器的设置。你要注意啊，如果你要是把一个写实的转成一个什么，转成一个动画风格的啊，这个步数不用太大。所以说我说它非常快，是因为步数很小，我用的是5步。CFG 值这个肯定是 1.0 啊，因为我这儿是一个代物模型嘛，代物模型 CFG 是 1.0 就代表着没有负向条件，所以说我在这儿就是一个 zero out。然后编码器就是 Ola 和 Normal， 当然呢你也可以用 Simple， 这个都是可以的，最好就按它这个来就行啊，人家是 LCM Normal 是吧？Denoise 这个不要设得太大， 0.30 到 0.35 就可以。这个呢我就随便传了一个，是吧？就是刚才弹吉他的这个女孩，现在我要把它转成一个什么呢？转成一个这个叫动漫风格的啊。下边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速度会很快啊，重点是在加载模型上可能会花费一点时间。这是这个叫迪士尼的这种卡通风格，但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像啊。我们换成欧拉看一下是不是会好一些。很快是吧？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像的。所以说呢 LCM 我觉得不太好啊，大家还是用欧拉的采样器。然后呢我们可以换别的风格啊，比方说我就想是一个通用的这个什么呀，动画风格，那你可以写一个 Anime Style Illustration 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跑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动漫风是吧？还有什么呢？比方 3D Render 就是 3D 渲染，我们可以加一个连字符让它更清楚一些。那我们来看这个风格，看一下啊，就特别像 3D 渲染的这种是吧？我们可以将这个动画的风格再细化一下啊，比方呢我们用一下吉卜力的风格啊，跑一下，不太好看是吧？还行。那你适当的可以将这个调小一点啊，比方你要觉得不太像，你可以调到 0.25， 这样速度也会更快啊，可能它就会更像原来这个人物是吧？这是吉卜力的这种风格，你自个儿去调整啊。我建议大家是 0.3 到 0.35 大概这样一个水平。我们换成新海诚的这种风格啊，我们看一下，它表现的可能没有这个传统的动画那么好啊。刚才我们试了一下中文啊，好像中文一般般是吧？还是用英文可能更准确一些。大家看一下，这个呢你就按照你自己的风格去设定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啊，在这种变化里边的话呢，其实它的每个风格的这种展示呢都是非常到位的。你注意这个细节，就特别像我们看到的日本这个动画片里边那个风格是吧？这个其他的呢你可以去试一下。其实不光可以做这种风格的转换，其实呢还可以改变这个人啊。比方说我现在把它变成一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可以这样写beautiful female Robert is playing。我们不去详细讲究这个语法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写啊。我希望是一个机器人在弹吉他，我们看看能不能出来啊。那这个呢就不属于这个叫风格转换了是吧？属于另外的一种叫风格迁移的方式啊，就是我想把这个主体人物给它换掉，不太明显是吧？好，我们把这个采样步数给它变大10。好，现在这个结果开始出现了啊！你注意，你现在先不要调这个呢，现在是10步采样，我们把它变成标准的28步采样，就是 HiDream 的28步采样，我们看一下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现在呢，就是它里边这个风格基本上就已经换了，其实这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啊。然后剩下的你再去调什么？调这个，比方你可以调到 0.35， 我们看一下，可能变化的就更多，是吧？另外还可以调什么？就是说你也可以调这个啊，比方你调成 LCM， 可能变化的也会更多一些。就是说我们既要保证它像啊，然后要保证它出现我们想要的那个风格。哎，这个不行啊。LCM 和 Normal 这个不可以，那我们还是换成欧拉吧。然后这个最多我建议大家不要超过 0.5， 如果超过 0.5 的话呢，就完全是一种类似于重绘的风格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在弹吉他了，对吧？大家看一下啊，现在呢这两个的相似性也变得比较低，那剩下呢我们可以调一下步数，我们调回成10步，还是有点过啊。0.4 这个还可以是吧？还有不调了啊，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方法啊。因为这种调下去很容易我们就会一直调下去。其实呢，大家知道我说的这个方法就可以啊。大家可以通过调步数、调这个 denoise， 然后来确定，那么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做这种整个人物的变换的话呢，可能这种相似性呢会降下来啊。那我只是为了说明它除了做风格的转换，也是可以做类似于这种叫 VFX， 就是主体的这种转换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还等什么？赶紧自己试一下吧。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